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情，从10年、20年前、15年前、10年前，甚至5年前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。什么？就是把自己准备好，开店，门打开，客人走进来，为他做好一杯鸡尾酒。当初刚入行时候的学习过程，其实资讯很少，那资源也很少。那时候网络资讯也没那么多，大家对于鸡尾酒的想象的程度也没那么高，所以其实，在那个时候对我们而言，只要抓到一点什么东西，就很想赶快去突破它。所以其实像以前到现在，很多人会问说：“哎，你鸡尾酒在哪里学的？你调酒在哪里学的？或者是谁教的什么的？”我也是会说：“哦，Google，Google。”大家的调酒师都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是求知若渴，而且不会去比较，因为你没有得比较，所以一个人告诉你什么，你就回去想，然后每天在练习，回去想，每天在练习。所以其实对于基本功的扎深是非常非常深的，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帅很厉害，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很好。其实如果说要怎么学的话，我自己其实比较多是看书啦，但是书上不会告诉你历史，它只会告诉你这杯酒怎么做，做完长什么样子。而且那个时候在台湾买得到的书，就是基本上都是台湾人自己写的。那我们可能会像我自己，我曾经也去跑一些外文书籍的店。买外文书，但英文不好，你只能看看图片，看看你懂的那些英文单字，然后用翻译机嘛，以前快译通那一种的。然后品牌这种东西跟专业的酒的东西有时候查不到，根本就查不到，没有网路，所以你永远只能接触到就是我们那年代就在讲所谓创意调酒，因为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酒可以用。在酒吧后面工作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我是从一个外场嘛，然后没有接触吧台就被丢到里面，所以你在前期的时候是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你就尽量在别人交代的范围之内做到最好，然后再想办法让自己的工作再更快。所以其实没有时间去想说，哇，我好辛苦哦，哇，我没有钱，没有未来，没有，那时候眼前就是这个。很多人问我说 ：“Angus， 你为什么学吧台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啊。”所以当你在吧台后面的时候，你有事情可以去做，那是一件很美妙的。那直到了，其实我很幸运，我大概第4个月我就开始调酒了。哦，因为那时候巴克出了一些状况，也就是前面的人离开了，所以马上就是两个缺就出来了。然后我记得是第8个月就挂吧台 leader， 然后回到巴克的巴克的半年后吧，就吧台经理就上去。你看我才做不到2年，虽然说进得很快，可是其实后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补回来，都是一直在补的，那没有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哦我今天已经当吧台 leader 了，我应该是最好的，没有，你自己知道不够好，可是你要盯住，因为那时候巴克又被大家镁光灯放大，我们太夸张了，我们第2年、第3年已经变成全台湾最红的鸡尾酒吧，我们做的鸡尾酒的量是别人无法超越的。
巴扣先开啦，其实台北巴扣先开，那他们很认真的去伦敦找了很有名的调酒师，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，哦，原来国外有调酒的顾问，可以到别的国家当顾问。然后那时候也刚好一波，然后你前面的吧台的客人都是什么叫 KOL？ 我以前吧台前面台叫 KOL 啊，你把那一票人全部现在拿出来看，都是现在所有都是名人啊。所以你要有气势，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是聊一些543的东西。这个行业对我来说，当然调酒不是唯一啦，你很多事情是跟人相处，或者是面对客人。那这些东西是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容易去做这些事情的，对我来说不难。你要去懂这个社会在干嘛，所以这个过程帮我太多了，不只是做调酒，不只是会调酒，而是成为一个被人家看到的人，成为一个你有思想、你有思考能力，或是甚至到最后追求的很简单，成为一个会让人家尊重的人。Work hard 到 Global Final 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大家应该要去看看台湾的凯在做什么。所以我的比赛，我的challenge后来越来越多人，他们都会很明显的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看这个技巧什么的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细腻，可是他完全在用日式的细腻在做西式的创意。当下其实我就很确定自己做的东西没有错，对自己当然有很清楚，其实自己在找的定位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成果出现了。这就是我以前住的小阁楼，现在又变回仓储了，所以非常的混乱，有非常多奇怪的东西。I don't know， 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？那 anyway， 所以这是我以前在这边住了7个多月。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在公园里面的 bar， 所以晚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公园里面，因为通常只有2种人住在公园里面嘛，一种就是流浪汉，另一个就是我。那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体验。这是一个不大的空间，但是以前我称这边为家，我到现在还是蛮自豪、蛮怀念这段时间的。调酒师的乐趣，我觉得第一就是听故事，因为我很喜欢，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或看故事。那加上我在纽约，所以就听到各地的故事，然后跟文化，所以是很有趣的，是可以一直不断的激发自己。有些可以当借鉴，有些可以当鼓励，有些可以当好玩的事情来听。那为什么能够继续走下去？我觉得就因为这是结合了我2个很大的兴趣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本质上是非常好玩的。以前有一个外国人跟我点马提尼，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。马提尼好，我就拿了2支马提尼的 vermouth 摇一摇给他，摇给他之后，他跟我讲说，
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哦，Martini。他说这不是 Martini。我说有啊，你看 Martini。然后后来就叭就跟我讲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他道歉。我说所以要怎么做比较好？他后来也懒得跟我解释，因为他觉得你不会做嘛。对，那其实，在当时的年代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很照着店里的，很 follow 店里的 menu， 店里 menu 卖什么就做，我们就做什么，我们就学什么，很难学到新的东西，或者是当你今天学到新的东西，你也不晓得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本质上，我觉得到了未来是不会改变的，就是永远经典的东西还是在那边，但如果你要有新的东西出来，一定会跟这些东西未来一定会有一些结合。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，所以会用了很多不一样的，你说technology 也好，或是个人化的服务也好，我相信到最后还是回归到人身上，对，要怎么样帮你打造专属的东西。说2012的时候，我就去了印度，那趟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，是我先自己流浪到南印，然后中间知道比赛发生在新德里，就买了一张新德里的联航机票，溜过去之后想办法偷渡自己进去，换了一张假的媒体证，假装自己是采访，拿个相机，的确我是真的去做记录的，但是我是因为个人的身份去。像我去苏格兰比的第一个阶段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要用苏格兰的威士忌做，不管是用哪一个牌子，但是你要做出的东西是要 show your spirit, show your country, show your culture。那我在那个时候也想了很久，我到底要做些什么，所以到最后我做出来的呈现的概念是抓了一个皮影戏，我自己带了一组灯，自己带了布幕，最简易型的去现场架。然后所有的效果都用影子来呈现，我们让别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调酒制作方法，喝到一个不一样的味道，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面孔，来自于亚洲，来自于一个看起来不到30岁，也真的不到30岁的人去比赛，喝下去之后会发现，哇，这东西我没有想过，我认为那是我去 show my country、show my culture 的方法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跟台湾的调酒师连续大概2到3年到了国外参加国际的比赛，可是台湾自己的消费者或者是台湾自己的人，大家居然不知道这些事情。我们第一次的 GD 选了3个人，一个人是尹德凯，一个人是 Mark 小 T， 然后一个人是 Angus。这3个人的调酒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别的特色。我们这一次呢，第2代呢，我们自己给他们的定义是他们是 Young Generation， 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是有很新的跟很 fresh 的概念。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东西，觉得不可能的词汇，我觉得其实有点困难，但是有趣。这格兰菲的 Why Not 精神呢，它是有结构的。其实我们用8个字就可以稍微解释一下：天赋、专精、目标、魅力。你开始很专精、很熟悉你这个领域的规则之后，你开始要挑战，你要重新打造，甚至塑造整个风格来创造规则。这样，我有稍微顿了一下，觉得哇，这听起来蛮困难的，是不是一定要用很多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东西来调酒，或是等等？所以也花了一点心思去想，如果是我要怎么诠释这个题目。GN 调酒的主要的内容物呢，其实是早餐的谷片，然后草莓，然后核桃，然后咖啡。Jeffrey 主要的材料呢有红豆、绿豆、柚子花、杜松子跟开心果。
那 Victor 的调酒呢，它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有百香果、有花生，然后有糙米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台湾的食材是刺葱。一杯很好的调酒，它里面可能加了10个东西，可是你喝得出来前中后3个味道，甚至你搞不好只喝得出来1个味道，可是它要传达的讯息反而是更清楚的。我觉得台湾的很多的厉害的调酒师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功能。我的建材可能是在你家里的房子的墙里面，你可能看不到、碰不到，你只知道有这块材料。但是像 GD 度的瓶子，也许你喜欢这款酒，或者你喜欢这个酒瓶，你在使用的时候，其实都默默带动前面玻璃的循环。而且像 B2C 的产品，举个例子，像这个 GD2 的这个酒瓶，其实是很有机会可以一直在发酵，而且是一直追加的。那所以这次 GD 度的瓶子其实是兼具这2者。我们除了循环经济的概念，我们还用老师傅传统的技术去做这个瓶子。那这个瓶子呢，其实会有一点点手工感，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半自动的一个制程。那这半自动的制程呢，其实可以造就每只瓶子都会长得不太一样。瓶子本身呢，是我们找了春池玻璃这个很特殊的厂商制作，就是我们希望它绿色永续的概念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次的案子里面来。那春池玻璃的制作技术真的也是非常好。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很有趣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点像是亦师亦友，有时候又是很有趣的敌人。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拿对方当作目标，或者是他们会互相较量，但他那不是很认真的较量，他是我觉得这样不错，我要更好。我觉得千万要让自己知道我有什么，什么是我知道的，然后让大家拿出来告诉大家我到底是从哪里。你到最后你自己有多少能力还是很清楚的，那个东西骗不了的。1次2次你可以，人家觉得哇 OK 你很帅，但是你把那个东西放大了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这个时代的好就是它有很多资源，然后只要把心沉着的话，一定会变非常厉害，一定甚至我觉得会出现比我们更厉害的人。我也希望，对啊，我也希望，像我的现在的心态不是要在前面的人，我的心态是我越后面。好像什么都有一点，但是最后你用你的思考去反映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才是你的风格或者是你的东西。就很像你忘掉所有的招式，就会成就太极，是一样的意思。这个职业赚不到什么钱，然后也不能真的做太久。我要先没有老塞。我要先讲一件事情。我记得我刚毕
刚毕业要去差不多接近当兵的时候，那一天向他走很无聊，晚上，然后他把我叫上去抽烟，伊可能嘛袂记啊，他把我叫上去抽烟，然后说，要不要冲啊？我说搁做一道吧，我感觉袂歹，我讲，好啦，不过我甲你讲，你家己想清楚。反正就是一直在叫我不要做，叫我不要做，叫我想清楚。我好像不是听到这样。这个很难，这个没什么好做的，没事不要做这个之类的，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这个公司不做，我要干嘛？我要去哪里？真的看不出来，你可以去哪？对啊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对于最远的目标，只放到以后自己想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酒吧。对，就我一个人从白天站到晚上，可能也胡子花白了，但是只是想好好的做一杯鸡尾酒给坐在我前面的客人，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。